嗨，大家好。今天呢，我再次出来在闵行区骑行。从营都路车站5号线的地铁站出发。今天我的目的地呢，是到6、7公里以外的其中村。位于闵行西北角的一个村，这个村呢有一些来历啊，这几十年呢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呢特地选择了这个其中村作为今天骑行的目的地啊。现在呢，我已经骑行在沪闵公路由北向南骑行，在这样的大片的香樟树底下骑行啊，非常的畅快。这条沪闵公路啊，绿化非常好啊，但是最近的话呢，好像还在更新那些绿化的工程吧。你看右手边的这边都铲平了啊，我相信呢，以后都是一片绿化带吧。现在呢，我已经转入到京都路啊，继续由东向西骑行。这边呢，看来也在修整那些马路啊，有很多没有完成的工事，两边的绿化带呢也是围蔽着啊，估计呢也在进一步的优化。看来我选了一条不是很合适的路啊，我还是知错就改，在京都路上呢左转到了春东路啊，一条小路，以避开京都路上那些施工的喧闹声，还有就是那些不平的路面啊。还是骑行在这样一条非常小的路啊，幽静的道路上来的舒服。我相信这个区域呢，就是闵行工业区了啊。这边有很多大型的工厂，是一片工厂区啊。
一个旧的工业区里面呢，也有一些创新啊。刚才看到一个创新园，还有一些新经济的新能源材料园的地方。一个特斯拉的什么分公司吧，看到特斯拉的一个 logo。这边呢，相信是一个日系的工厂。看到这些工厂的招牌啊，看名字呢，应该都是一些外资的企业。闵行呢，就是一个老的工业区，最早呢都是一些国营的大厂啊。这边呢，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啊，慢慢开发出来的一片工业区吧。有很多的一些外资的工厂、企业呢入驻这边，整个环境呢也不错啊，没有太多的住宅。突然呢，转到了村中路啊，发现了一个小的市民公园，所以呢，就中断一下我的行程，先到这个老百姓休闲的市民公园的步道上来骑行一段啊。左手边呢，也是一条小河冲，这样的小河冲呢，在闵行有很多啊。现在呢，把它规划修整成了一些休闲的步道。这个感觉还是相当不错啊。对面呢，还是一些工厂的厂区。河边呢还有一些桌椅啊，甚至还有一些小凉亭，供大家在这边呢可以休息一下。骑完了这一段的步道啊，相当不错的一个步道，又回到了京都路上啊。
现在呢，我又拐到了春生路啊，一条南北的大路上来骑行，向南的方向啊。刚刚那个京都路啊，整条马路看来都在施工当中啊。骑在大路上呢，缺点就是非常的嘈杂，好处呢，这边有骑行的专用道啊，比较安全。我看这个春生路的两边呢，也都是一些大型的企业啊，工厂。转入到一条小路，叫光中路，避开大街的喧哗。像这样的路啊，从来没有走过啊，也不知道走的对不对。我只认准一个方向，就是往西偏南的地方，应该就是其中村。其中村呢，以前开车啊去过或者路过好多次。那边呢有一个有名的场所，就是一个国际网球场，有很多的名流啊，在这边应该都来打过网球。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果然呢，我还是走错路啊！这条路呢是不通的，那要怎么办呢？绕回去。这边呢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乡间的味道啊，只要去过农村或者在农村住过人都懂的那种味道。左手边的绿化丛中呢，应该是一条高速路，嘉闵高架。我现在呢就要找一条路啊，穿过这个嘉闵高架。看来我走了不少冤枉路啊，往反方向在骑行。
前面又是京都路啊，好几回呢都被它导回到了这条京都路啊，避无可避啊。在这个嘉闵高架的桥上啊，有醒目的几个大字：上海市新庄工业区。这片地方呢，都应该是新庄的工业区了。这条高架呢，直接可以通往虹桥的枢纽、虹桥机场、地铁。终于看到了我要走的光华路了啊！那天呢，我在都市路那边也经过了一段光华路，这条光华路呢，应该一直可以去到其中村。好，我现在呢准备右转，转到光华路上骑行。看来呢，两边也都是围蔽着，也在大兴土木，进行一些开发。这边不错，有个小湖啊，叫新庄工业区企业林，就在我的右手边。相信呢，这边已经快接近了其中村了。对面呢，看来是一处好去处啊。陆雷院白卧室啊，有一些保存的古迹吧。既然来了，我们也不要错过啊。这边好像也有一个小公园一样的存在啊，去兜一圈吧。非常不错的一条河。
陆垒苑，古色古香的一个房子啊，相信也是后建的啊。这边有一个仿汉白玉的牌坊，感觉这片沿河的公园呢，应该是新建的啊。这个牌坊上面的字都没有写上。河边的杨柳树啊，是江南一绝，非常美的一种景色。前方这座桥呢，叫光中路桥。好，我还得继续骑出去，继续向前骑行。这边的街道绿化相当不错啊，尤其是左侧马路对面的整片的绿地啊。已经看到了其中网球场的牌子啊，快到今天要骑的目的地了。还有其中高尔夫球场。
这条呢还是光华路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石头上的3个大字“其中村”啊，就是我今天要来的地方。我们呢打算在这个附近来兜一兜啊。这边的环境非常好啊，整片呢都像一个公园。我们先到这个里面去骑一骑，再去寻找网球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吧。有一种不让车进来的感觉啊！我的车还小，刚好可以进来。果然是身处乡村的感觉啊！其中村嘛，本来就是乡村。经过这多年的发展呢，已经从一个据说啊，闵行很穷的一个村庄，趁着改革开放啊，不断的发展，现在呢已经成了一个受人瞩目的地方。产业呢也在不断的升级，而且有了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啊，像刚才讲到的网球俱乐部、高尔夫球场。还有呢，高级的住宅区、国际学校等等啊，成了闵行这边的一块乐土。对面的这些大别墅啊，在这个河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啊，有这么好的居住环境。看看左手边的这些别墅房子啊，再看看右手边的沿街的绿道。这边其中村的村民的住所应该是其中一区。哇，这个有点超出想象啊！
我还不能完全确定啊，但相信呢，这就是其中村村民的住宅小区了。既然来了，我们也到附近随意的走一走。马桥派出所其中警务室。警务室的边上呢，就是一条还没有得到修缮的小河冲。哇，这边是飞机的航道啊，飞机在头顶经过，非常吵闹。其中村文化中心啊，还有这么一个建筑物。其中村呢，应该是位于闵行最西北的角上啊。据说以前人家称它为西伯利亚，就是因为呢，它又穷又偏僻啊。但现在呢，完全是另外一番的模样啊！看到对面那些农民的房子啊，我就说这里应该是个航道啊！大家可以看到天上的飞机一个接着一个飞过来，那这个地方有点吵啊。好，我们继续向前骑一下。据说这个其中村啊，当年只有1000多个居民，或者说村民吧，占地呢1.7几的平方公里。在这么一块相对比较大的区域里面啊，他就把老百姓呢集中到了一块地方，就起了我们现在啊左手边马路对面的那些农民的房子啊。非常有特色啊，豪华型的村民的住宅。然后呢，就腾出很多的土地呢，搞开发，吸引了很多的外资企业进来办厂、办企业。同时呢，又建成了有特色的一个乡村俱乐部和网球中心。
当然，这样的好地方呢，肯定也吸引着很多的发展商到这边来开发，有应运而生了很多的高级的楼盘。这样的话呢，又吸引了很多私立的学校、国际学校等等这样的机构呢来到这边。所以这边呢，现在完全是一种欧式风情的乡村的景象。虽然我没有进到这些农民新村里面去啊，但是我从这个栅栏望进去，看到房子非常的气派，小街道非常的整齐干净啊。我们就近去看看这一些房子啊。就从这些栏杆的缝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里面啊，整整齐齐的大的独立的房子。这叫平安村，可以看到这些年迈的老大爷从他的家里走出来。这个可能是我去过的最好的农村的居住的环境了啊！有自己的停车位，有村内的大片的绿地公园。边上呢也有一些小河冲啊，做成了一些花园，还有休闲的长廊啊。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村里头随意的骑行啊，看看这样的房子跟大家想象当中的农民房有什么区别吗？我自己在欧美生活过啊，即便是像美国的乡村，也不见得有那么好的房子啊。养了不少的狗狗哦。但这些房子啊，虽然都是独立的啊，但是他们还是比邻而居。我相信也都是一些亲戚啊，都是一个村里头的老友住在一起啊，又独立，非常不错，又有相互的联系啊。
村里不少的狗子。这一家人应该是新婚了啊。非常意外的收获。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而且这些房子啊，跟我想象当中，或者说一直看到的上海农村的这种白墙、青瓦、坡顶的这种房子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这边是其中4区啊，应该都差不多，完全是一种欧式的建筑，而且这些外墙啊，每家人家还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很有个性化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一种范本啊。非常希望我们中国农村啊，都慢慢的变成像这样的模样啊。后面呢，就是河冲边上的绿地啊，一个小花园。唯一的缺点呢，可能就是正好在一个飞机航道的正下方，所以我在这边骑行了这么10来分钟的时间啊，头顶上一直就是这种轰鸣声。但不管怎么说呢，还是不能掩盖这边的好的地方啊。这边是一个邻里中心。应该是他们老百姓在这边休闲活动的地方啊。一路上见到很多的猫猫狗狗啊，很多呢应该都是家里的养的，也有一些呢可能就是野猫野狗了啊。但是呢很和谐啊，跟这些自然。这个地方呢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像是一个企业。好，我还是回到大马路上去。逛完了这一天啊，农民的住宅区很受震撼呐。这样的居住环境啊，这样的房子，我相信是任何一个人都梦寐以求的。这边的老百姓呢，
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啊，毫不费劲的就得到了这些改革开放的红利。据说呢，改革开放以来啊，3代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呢，都曾经到这边来访问过啊，所以这是应运而生的一个新农村。果然啊，这条光华路名不虚传。在这样的乡间的公路上骑行，那么好的景色，这么凉爽的天气，即便你再让我骑个10来公里，我也愿意啊。但是呢，体力就不一定跟得上了，所以我们也都要再去找一找我们今天想来看的其他的一些位于其中村的地方。这边呢有一条小河，我怀疑啊，这条小河是不是和对面交界的地方？对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区的叫新桥的地方，应该是松江的地头了吧？我们来看看啊，这条叫茜浦径河，还属于闵行的地区，属于马桥镇啊。上面有镇长的名字，担任河长。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条界河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骑到对面去看一眼，再回来吧。在这条小桥上看一看这个河冲，非常美的江南的河冲啊，很有特色。一般都比较平坦啊，不会很深，两边的绿化不错。出了这个其中村啊，很显然应该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啊。这边的马路呢没有修建好，感觉呢还差一些啊。这边呢也都是一些工厂，但这个工厂好像看上去也更土一些。对面呢种了很多的这些菜啊，菜地，那我们就不过去了啊。相信呢，这里已经不是其中村了。这里叫六雷塘，果然啊，已经属于上海松江地区了。松江地区的六雷塘，
可能叫六雷塘村吧。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其中村去，再去寻访一些位于其中村内的一些地方，敬请大家期待。